大妹子是否该借黑风洞的酒来敬黑风洞的佛，对各位当家的表达一下心意呢？该。爽快。倒酒。慢着，这酒怎么个敬法？嚯，大妹子，口气不小啊！你要是拿我们兄弟几个当自己人，就轮番敬；要是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就1对1，兄弟几个任你挑。黑风洞的这几位当家的，都是我的朋友。好，好气魄。就这么定了。这第一杯酒，兄弟们陪大妹子干了。接下来，大妹子轮番敬酒，二当家的间就谁也不准偷奸耍滑，就宁可肠子喝个洞，也不能让感情留条缝。今天谁要不喝个一醉方休，谁也别想给我退场。在下尽职尽责。沈娘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天大的事儿！从秦少武洞房里出来的就不是秦玉环，是省城的一个洋学生。玉环娘打上了门，老爷子气得半死，秦少武受了家法，那个洋学生也进了水牢。你成天关在家里喝，怪不得什么都不知道。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沈娘有什么想法，还请多多指教。指教可以，却有条件。沈娘尽管说，尽管说。玉环成了人家的人，你恨；你一脉庶出，继承堡主，争不过秦少武这个嫡出后人，你更恨。但眼下机会却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向老夫人母以子贵，压着沈娘一头。沈娘怕是没有出头之日，对吧？说，继续往下说。沈娘的意思是不是我俩联手，利用秦少武忤逆悔婚这件事儿，在大宅里里外外做些手脚？算你聪明。老娘我可不想无缘来看你这个当侄子的。好，小侄和沈娘一言为定，在老爷的咽气之前，扳倒秦少武。我继承堡主之位，统治磐石堡，娶玉环妹妹为妻。向老夫人没了儿子的依靠，就像是落嫁的凤凰。到时候，堡主大宅交给沈娘只管，享受终生。接着喝。各位当家的，我先干了。干！大宅之内发生的事啊，我们几位族老也有所耳闻呐。少武这个孽障，竟是如此的荒唐！望天族兄的身子骨啊，本就支撑不了多久，实指望利用少武的大婚冲冲喜，可到头来怕是事与愿违，雪上加霜啊！望天族兄，这年事，我们几个族老可不能不过问呐！啊！几位叔公，事关秦氏宗祠荣辱存亡，还望几位叔公未雨绸缪，行使堡主权力，早做谋划。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，你下去吧。小侄告退。我可
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堡子里有点身份的人，都往宗祠里跑。哎呀，议论堡主大宅的荒唐事儿。哎呦，说的那个难听啊！说儿子读了几年书，读出了心计，利用大婚，偏找个山外的媳妇儿发难。哎，要气死老爷子，抢班夺位，4个族老被吵得焦头烂额，没准儿什么时候就登门来找老爷子，问个究竟，讨个说法。老五啊，你就不能少说几句，让老爷子静静养着？我不把外面发生的事儿告诉老爷子行吗？这万一族老们真的找上了门，老爷子什么准备都没有，怎么应付他们？莫非真的像外面人所说，要气死老爷子，等儿子当上了堡主，怕是有人要借着儿子威风了。老五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蛇蝎心肠、断阳寿的，怎敢把这样的污水泼母子头上？老爷，你切莫听他胡说。少武虽然荒唐些，可是个懂事的孩子。老爷，你是清楚的呀，老爷。老少归田，也要带上离子、离息、心脏，他为阴间教训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可望天族兄时日无多，眼下谁来继承堡主，是回避不开的事情。若论嫡出啊，堡主继承人当然是少武莫属。可是聂长去山外读了几年书，竟读得满脑子的邪门歪道。你说宗族家业要是交到他的手里，怕是要被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家败族毁，大祸临头啊！秦彪也是秦氏一脉后人，况且还是少武的堂兄，这几年一直担着自卫队2分队长的责任，尽心尽责呀，是宗族中数得上的好后生，怎么就不能是继承堡主的人选呢？可他是庶出，什么嫡出庶出？那秦少武是嫡出，可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不必繁文缛节，只要能担当起宗族的兴衰，偏的也可以变为正的。贱人！我要当了堡主，我饶不了他。少武啊，你知道这个徐小妹仗着你爹宠着她，从来没把你母亲放在眼里。其他几个姨娘也是让着她，避着她，不敢招惹她。她这是眼看你爹快不行了，狠心要想整倒你，整垮我们娘俩呀！少武，你也太不争气了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娘，老夫人，你也别太伤心。少武对您很孝顺，您现在越伤心呀，他这心里越乱，反倒不会有什么好处。少武，你现在更应该冷静。凤爷，你鬼点子多，想想办法。是啊，宋先生，你主意多，帮少武拿拿主意吧。其实啊，现在说来说去，问题的根结在于是谁来继承这个堡主。这不是废话。少武，你现在就去见老爷，诚心诚意的认错，认打认罚都行。你们俩是父子，一定要稳住老人家的心。这堡主的大权可万万不能旁落呀！我不去。少武，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少武啊，宋先生说的对呀，现在只有你父亲原谅了你，我们母子才有活路啊！
该轮到谁了？轮到谁了？都醒醒，该到谁了？该我了。大家的，我先干为敬。好，老师，我服了。吴当家的，该轮到你了吧？啊，对，该我了。看好了啊！慢着。啊？怎么了？二当家的，大当家的有力让你做煎酒的，你尝尝五当家的这碗里，它还是酒吗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我碗里不是酒还是尿啊？你喝还是不喝？我说什么呢，老五？老二，尝尝。老五，大妹子以一敌四，敬咱们各位兄弟。既然大妹子让我这个煎酒的做个证，二哥我理当从命。老大，给二哥尝尝。天有少武少爷，伤可好些了。堡主大宅家法的滋味可不好受啊。哎，老爷精神不好，不想见任何人，特别不想见你。你和你的媳妇儿等着发落便是。你娘没跟你说吗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让开！少武，我可是你的姨娘。你人高马大，血气方刚，我年轻少嫩，娇花若柳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你可不好随便碰我。那你跟我爹说，我要见他。好啊，我去问，你在这儿等着。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是不会想见你的。不应该呀，五弟，好好的一碗包谷烧，变成了一碗水。五弟不心疼，黑风洞这么多馋酒的兄弟，可眼巴巴的盼着呢。你个没出息的老五，你凶啊你！就是喝死，也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。老大别恼，我换回来，接着喝。没这么简单。大当家的，这黑风洞有咱们洞中的规矩，这酒桌上也就应该有酒柜。二当家的，你说说看，这五当家的该不该罚？应该怎么罚？大当家的酒令在先，按律当罚3碗。哎，你个老二，你落井下石啊！你想灌死我啊你？老大，这酒可不是整这兄弟的，我不喝了。这鸟闲事儿我还不管了，活该你和这妹子上不了床。大妹子，切勿造次，手下留情啊！大当家的，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。爹，让开！爹，快出去！老爷子可没说好见你。让开！我见我爹关你什么事儿？老爷子，哎，少武，你个荒唐的东西！老爷子可还躺在这儿呢。我动手了啊！让开！
么狠呢？快出去吧！爹。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紧急军情，马副嘴，慢慢说。磐石堡出乱子了。哦，兄弟，我侦查的清清楚楚的。秦望天那个老贼苟延残喘，命悬一线，恰好他那个不争气的少爷就闯了大祸，磐石堡上上下下都在为争夺堡主的位置闹得鸡犬不宁。机会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这正是我们袭击磐石堡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的最佳良机。大当家的曾发过誓，要让秦望天这个老贼亲眼看着他打入磐石堡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可待，快叫醒大当家。老大。怎么样？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了。那秦少武呢？他现在可没资格，老娘连他跟他爹认错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多谢神娘，多谢啊！不，祖训不可违。磐石堡永不同官府为伍，绝不报官求援。冤家，快进去吧，热闹了，主动些。堡主，各位叔伯，小侄来了。大帅，各位族老，堡主的意思十分明确，绝不报官。磐石堡500自卫队即日起严阵以待，彻底清算同遮半天匪帮的旧怨。小侄坚决遵从堡主主张，我磐石堡绝不和光复为伍，视为祖训。500名自卫队足以对付遮半天匪帮。 500子弟兵坎坷欣慰，问题是啊，望天族兄有恙在身，谁来统兵抵御悍匪？小侄秦彪愿统兵保卫我磐石堡。各位叔伯，小侄身为秦氏宗祠一脉后人，早就以振兴宗祠、光宗耀祖为己任，苦心泣血，苍天可见。 请堡主、各位叔伯，给秦彪这个后人一次机会。望天祖兄，秦彪是自家骨血，更兼文武双全，赋予他兵权、保卫全堡的安危，总比一个奴才牢靠些吧。 不好打呀！算来算去，这磐石堡一共有500枪兵，人人都是武器好。我黑风洞连赤手空拳的兄弟们加起来不过才300人，这4个门都要攻，哪个门都是人枪不足啊！哼，那就一个门一个门的攻，破一个。 就算他一个，哎，诧异啊！你集中兵力攻一个门，人家也可以集中兵力守一个门，人枪还是有。
更有可能，人家把多余的部队从其他寨门遣出，打你后定，断你退路，让你腹背受敌。此乃兵家有云：云，你这秀才整天就知道云啊云啊。哎，老大，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！哎，不行，潘世宝的仇，记住了，潘世宝的仇是我这万天一个人的。潘世宝里边所有的财产都是黑风洞的，我可不想让人家跟我一块报仇，回头再分老子的福财。言之有理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再说，除了黑风洞，现在还有哪个山头敢和磐石堡结仇？哼，谈判都怕是谈不拢哦。大当家的，放弃再打，绝不打。老子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了。要是等到秦望天这个老贼断了气，老子这仇报的他娘还有什么滋味？就这么定了吧。谢堡主各位叔伯厚爱。各位兄长，你我都是同宗同辈的兄弟，无需避讳。望天族兄这年事，一旦要有什么不测，这身后之事，借此机会，当定则定了吧。五弟说的对呀，你们可以翻一翻家谱嘛，那里头应该是清清楚楚的。是很清楚。望天族兄的下任堡主，按序该是少武小侄的，可眼下我们当更清楚，少武自幼放荡不羁，望天族兄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等兄弟们也是细心教诲啊，给足了机会啊。可现在换来的又是个什么结果呢？这几天大宅内发生的事儿，就不用兄弟我多说了吧。逆子难救，何以当得了众人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若宗逆子祸坏了宗祠，愧对列祖列宗的，怕就是我们这些个老小了。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如此处理为妥。此次抗击匪寇呢，是个历练人的机会。我秦氏后生若是有谁能够临危不乱，见得书勋，便正好开阔了我们考察堡主继承人的眼界。啊，少爷，二祖老虽说转了个弯，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此次抗击这半天率兵的是秦彪，谁又能争得过他的功劳呢？暗度陈仓，堡主的位置还是留给了秦彪。其实啊，我对什么鸟堡主根本就不感兴趣，我就是担心我娘。你娘？不是，你娘可是你父亲的结发妻子，谁还敢把她怎么样？哼，松岩，你是真不了解磐石堡这个封建窝子。嫡庶长幼的延续，跟你们汉人的封建家族没什么区别。武姨娘为什么这么恶毒？秦彪为什么这么嚣张？还不是想扳倒我？扳倒了我娘还能依靠谁啊？少爷，堡主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你的，你就不该救了那个女红军，毁了给老爷冲喜的大婚，担下罪责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把柳双儿救出来？我爹饶不了他。怎么救啊，少爷？下了水牢的罪人，没有老爷的吩咐，谁也不敢靠近。老帅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从来都把你当兄弟看待。今天我求你件事儿，无论如何，
要把宋岩带进水牢，让他把话跟柳双儿说清楚，然后送他们俩逃出磐石堡。宋岩，你们两个去武汉，去哪儿都行，总之逃得越远越好。少爷，您对大栓的恩情自不待言，可是日后如何向老爷交代呢？这样，反正宋岩也逃出去了，就拿他顶缸，就说宋岩跟柳双儿是同窗，日久生情，拐走了柳双儿。不是，少武，少爷，这行吗？成，一定成。我还就不信呢，我爹因为这种事儿还能杀了我。磐石堡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！宋先生，别大惊小怪了，磐石堡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大妹子，行了，赶快回去，赶快脱身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我还以为你们把我这个新娘子给忘了呢。都怪我真不应该把你留下来。其实你的主意不错，先假冒同窗结婚，让公子过了关，我再谎称回武汉完成学业，离开磐石堡，本来是天衣无缝的，谁想到能出这样的事儿，怪你。双儿，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。走吧。哎，快走。你们休息吧，今天我守着。是。赶快和我走。你先带我去见秦少武。带我去见秦少武，听见没有？走吧。你不逃？我逃了，我没事了，却把你给害了。少武，双儿姑娘知道了你的情况，特别是你母亲她老人家将要面对的遭遇，她说她这时候走，于心不忍。不走也于事无补，磐石堡的事儿你管不了。未必，那就要看秦少爷的胆量和决心了。什么意思？磐石堡有2样法宝，堡主的位置和500自卫队。掌握了自卫队，就能当上堡主，当上堡主就可以指挥自卫队了。少武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呀？当然明白了。他想让我兵变夺权。秦少爷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秦大栓是大宅的管家，护院炮手的头领，他还监管着1分队，他的实力是最强的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他对你这个少爷是很忠心的，他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控制整个大宅。以他1分队弹压所有自卫队来拥戴你这个少爷，而控制整个磐石堡。我不是没想过，可我爹还没闭眼呢。我不管。秦少爷，你真让我没有想到，你貌似霸道的一个男人，却这么没有用。你爹的人性你还不清楚吗？
现在你跟你娘危在旦夕了，你还这么优柔寡断。你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她也只能受苦了。少武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。好，就算我们都白说了。宋先生，我们走。等等。大川。嗨，你老跟着我，是不是怕我跑了？也是，也不是。我跟着姐姐，可以让姐姐宽心解闷。姐姐，黑风洞要打仗了。跟谁打？磐石堡。磐石堡？难道姐姐没听说过吗？磐石堡是上清江最大的土豪。哦，他们今天在聚义厅待了一天，就为了这事儿吧？他们正着急呢。我们黑风洞只有300兄弟，而磐石堡却有500多枪兵，怕打不过。这明知吃亏，那为什么还要去打仗？为大当家报仇。就为了给他一个人报仇，却逼着几百号兄弟去拼命。你们这个大当家的也太不仗义了吧！姐姐，你错了，是兄弟们自愿的。虽说黑风洞中个个都是硬汉子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为大当家遭了罪流泪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们这大当家的跟磐石堡有什么样的仇啊？虽然我上山晚，但是也听兄弟们说过这事儿。周半天是大当家起事后的名号，大当家原来的名字叫秦长锁，是磐石堡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。有一次，他抱着饿得半死的娃儿，偷着去堡主大宅找当奶妈的媳妇儿喂口奶，得罪了老堡主秦望天。你他妈这个畜生！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夜半偷着票粮到我后宅，图谋不轨！老爷我岂能容你呀！我是周云女的，我是周云女的。给我打！往死了给我打！哼！我看看你有多少命！惨呐！好几天后，娃儿饿死了，媳妇儿翠萍也上了吊。大当家的被水牢泡了一身烂疮，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我是忠于你的，老爷，我是忠于你的。忠于你的，老爷，老爷！磐石堡黑呀，大当家本本分分的一家3口，不知为什么家破人亡了。那后来呢？大当家的怎么逃出来的？有个看水牢的老人家，他看大当家冤得慌，就说谎，说他已经死了，把尸体扔到了乱坟岗。从此以后，大当家人活了，心却死了。大当家为了报仇，不让任何人再管他叫秦长锁，字号遮半天，他偏要遮了秦望天这半边的天。磐石堡有4个坏老头，他们呀是帮着秦望天办坏事的。大当家为了报仇，也封了4个当家的，他们就是地鬼佬、山鬼佬、河鬼佬和妖鬼佬。他们呀是专门收拾那4个坏老头：秦望地、秦望山、秦望河和秦望宗，还有那些有钱的坏人们。
要消他们的魂儿，索他们的命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听说红军是受苦人的队伍，大当家的不是也是受苦的人吗？而且还被那土豪给害得家破人亡了。你说这仇该不该报？啊，你是说红军啊？是啊，不是说红军专打土豪为受苦人报仇吗？是。走，去聚义厅。这半天，哟，大妹子有事儿啊？你们准备打磐石堡啊？大当家的，姐姐听了大当家遭的罪，都流泪了。大当家的事儿，也敢在外边瞎说。我看你小子啊，是他妈活得不耐烦了你。行了，我这罪都已经受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大妹子啊，我问你这事儿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准备怎么打？哼，当然是绿林的打法。围了寨子，炮轰、火烧、枪击、架云梯。那当家的能告诉我，这磐石堡的枪丁一共有多少？全堡1000来户，2户出一丁，500人。可这黑风洞，就算把马凳子加上，也不足300人。大妹子有所不知啊，这古人云：狭路相逢勇者胜。磐石堡老堡主秦望天命悬一线，全堡人心惶惶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在我看来，二当家的不过是匹夫之勇。二当家的，你怎么就不说这困兽犹斗呢？面对着灭门之灾，这磐石堡的人，他就不会齐心呢？精彩！这大妹子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哎，这打仗就如同是猎兽，大妹子说的要害上了，精彩，精彩。说来说去，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打？打！我教你们打。站住！站住！谁也不许去！老爷不好了，有人造反啊！大妹子啊，我知道这打仗你是有点门道的。红军嘛，以少胜多的仗是没少打。不过你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苦大仇深，这仇该报。大妹子啊，你这么说也是有条件的吧？没错，攻破磐石堡，除了堡主大宅之外，其他百姓人家的财物一律不许抢夺，更不可滥杀无辜。黑风洞要想在江湖上立得住脚，讲的是个道义。道义？狗屁！不让抢东西，弟兄们没了盼头，黑风洞就会散伙。攻破个大寨子，不让弟兄们快活快活，弟兄们就会寒心。大妹子啊，这黑风洞除了你以外，就没见过第二个女人。大妹子啊，除了刚才老五说的，
不杀人是绝对不行啊！秦望天那个老贼必须得死，不但他死，我还得让他满门抄斩。我要断他的后，绝他的根。为我那个刚刚来到世上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娃儿，我要报仇。那你必败。黑风洞长不了多久。我们还未出师，你就敢诅咒我黑风洞的弟兄们？站住！大妹子言之有理。自古以来，凡举事造反的，必讲求一个义字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但凡滥杀无辜的人，必定是不得好死。单凭这一点见识，大妹子就比我们兄弟几个强。我答应你。老大，这……大妹子，说说吧，你想怎么个打法？我还有个条件。说。打下磐石堡，你报了仇，就得放我下山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老爷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听我把话说清楚。您安心养您的病，我会代您宣布，从即日起，磐石堡所有自卫队纷纷听从秦少武的指挥。你们这是造反的！你们，老爷，您还是配合些好。秦少武是您的儿子，大宅少爷，也是我们现在的堡主。我传您的话，让他管理兵权，没人会不敢相信。你们，老爷，恕大川无礼了。你们造反呐！少武啊，你叫我们几个族老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奉我爹的命令，行使家族权力，接管自卫队，整理磐石堡，跟四位族老打声招呼。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们可是昨天才见过你爹呀！嘿嘿，此一时彼一时，那是昨天的皇帝，今天翻篇了。少武啊，你不可再荒唐！小爷我偏要荒唐一回。自卫队绝不会听你这个逆子的。好，那各位长辈就随我去看看。走。大川，你什么意思？自卫队为什么集合？少爷来了你就知道了。什么？秦少武？行。少爷，老帅，传令。是。本管家代传磐石堡老帮主秦望天令：大敌当前，磐石堡所有民众应拥戴少公子秦少武，抗击匪寇，保境安民。若有不从者，视为反叛，由少公子自行裁决。一分队，有大各位叔伯，听明白了吗？要不想磐石堡流血死人，就照我爹说的办。这次攻打磐石堡，老大当真把这几百号弟兄的生死交给一个妹子手里。这妹子仇恨土豪，同情咱们兄弟。若能投其所好，让他进入角色，便可安住他留在咱黑风洞的心呐。原来如此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老大是爱屋及乌，哄他开心。也未必全是。
能看出来，这妹子极聪明，说不定有什么高招。到时候她真弄出个子午寅丑来，咱们就顺着她。真要是误事，咱们再补火，让她出出风头便是。有兄弟们把这盘子，能出什么差池啊？老大好手段呐，对这妹子真是用心良苦，兄弟我佩服佩服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二，刚开始是不怎么待见他，说咱们黑风洞来了什么煞星，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？煞星必定是煞星，日后必见分晓。可是老大，这个煞星的血性、道义，我服。老大不是也让他说服？自古以来，凡举世造反者，必先讲个义字。替天行道，诛暴安良。凡滥杀无辜、无道掠德者，必不得善终。黑风洞从此可以纳入江湖，走入正道。可这最后还是提出来要离开黑风洞。恕兄弟直言，老大对这妹子不能如愿，怕是自己的问题吧？你是说老子的手段太下作了？对，且不说她是个红军妹子，就其那点血性，也不是个可以随意用强欺负的人。悔不该呀！都怪我听老五那头蠢驴的蛊惑呀！老大，其实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的喜欢她。可现在也已经晚了，磐石堡那仗是10拿9稳，到时候他就得下山。老子已经许诺过他，怎么可能食言？不过说实话，我这心里面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亡羊补牢，未必不能挽留啊。老二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杀入磐石堡，报得血仇，然后老大再以磐石堡新堡主的身份，大礼体面挽留，相继重礼下聘，向他求婚，大事成矣呀！重礼求婚，你就那么有把握？荣华富贵，女人天性也呀。透彻，你个军师老二就是了解女人。土匪的承诺向来是可真可假。老大，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，啊！行吧。这是我去武汉上学之前住过的房间，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，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了，我会顺理成章地当上堡主。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孝道。少武，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你可以换个角度想，这样一点都不耽误你尽孝道，反而会让你娘可以安安静静地陪着你爹走到尽头，这不挺好吗？忠孝两全，难呐。好了，我明天可以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可不欠你的了。会去武汉吗？现在还说不好，也许吧。这么大的磐石堡压在我头上，我是没机会去武汉了。日后我们俩很难再见面了。那也不一定啊。少爷，进来。少爷，按您的吩咐都洗干净了，破了的地方也缝好了。你的。
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这身衣服我带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，你能不能先替我保管一下？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回来拿的。好吧，你就不怕我日后怕惹麻烦，把它烧了？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，你当然可以把它烧了。不过我相信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绝不会那么做的。因为这身衣服有特殊的意义，它是我们患难友情的见证啊。好吧，早点休息。说他明天就走了。说了，说得很干脆。也好，他走了，两不相欠。孙岩，我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足以是我一生一世最惊险的经历了。少武，怕不止这些吧？是啊，还有一些东西说不清楚。其实你跟我一样，少武，你为什么不能挽留他？你现在掌握了磐石堡，完全有能力保护他，挽留他到红军重新出现的那一天。乘人之危，自食其言。你把我秦少武看成什么样的人？再说了，他是铁了心的想找红军，我想拦，也拦不住。也是啊，还不如把这几天当成我们和他最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实在是高啊！弟兄们，大妹子教咱们的就是堵住狼窝子杀狼的法子。嘿嘿嘿，咱们早就在这埋伏上了，神出鬼没。可这磐石堡呢，还在睡大觉。哎，咱们出兵，他们还不知道。哎，这法子好啊！这刚出战，咱们第一回合就胜了。高，高！大妹子之教唆，正所谓兵法云：“兵贵神速，出其不意啊！”哎，对，就是兵贵，神了。啊，行了，老子就不在这出风头了，还是让大妹子跟大家讲讲这仗该怎么打，怎么对付磐石堡那帮龟儿子。来，大妹子请。大当家比方的好，这打仗啊就像是打猎。现在咱们堵住了狼窝。下面要想赢的关键呢，就是要让我知敌，而不让敌知我。对，兵不厌诈也。少爷，少爷，快醒醒！土匪包围磐石堡了！
气势不小啊！这可不像传说中的土匪打法呀。老帅，你说呢？宋强说的对，往日里也老有土匪骚扰磐石堡，但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乌乌压压、胡乱放枪，毫无章法。但这回这样子，不像是一般的土匪。这帮土匪，一场恶战是避免不了了。下面各路人马，报告一下你们的战前准备。从各当家的排序报。报告大妹子总指挥，1分队全数进入磐石堡寨前攻击阵地，报告完毕。哦，这个2中队啊，也全数进入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啊。老三，该你了。报告总指挥，已抽调20几个弟兄，昨夜将2门威力最大的猪儿炮运至后寨山上的制高点上，还备有大量的柴草。中队其余弟兄们已进入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。那关隘是服秘密吗？绝对隐秘，保证你的龟儿子们绝对没有觉察。接着报。啊，该我报。我的4中队抽的10个弟兄，已经于昨夜潜伏在东寨外山上，炮仗、铁桶都备齐了。放心吧，绝对没有被发现。其余弟兄也已经进入了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。报完了，总指挥还有什么指教啊？这样的安排，各位当家的都明白了。我们集中优势力量攻打前站，这样呢，在局部上便以多胜少，而其他几处关隘的疑兵却可以拖住站内的人，让他们不敢轻易的远救前寨。开我说，这红须妹子还真把大仗当成打猎了啊！熊攻的猎手晕头转向，还不知道这猎手把套下在啥地方。哎呀，这有狠了！兵法云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以最多胜最少，以最少迷惑住最多，敌之必不能首尾相顾啊！可总体上，我们的人马还是处于劣势，必须要一击溃敌，速战速决，拖久了对我们不利。一旦攻入站内，必将会遭遇血战，造成弟兄们大量的伤亡。我的办法是，只围攻南北东3面站门，留下西门不设围。只有这个方向离洪江镇最近，一旦站内有危险，寨子里的人就会往洪江镇方向逃命，不会举寨同我们死战。好啊，围3留1，攻心夺志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兵法之上乘也呀。但我要声明一点，凡是逃出寨外的人，只要不抵抗，一律不许抢夺财物、抓人杀人。就听大妹子的。大当家的，军有军法，山有山规。我是前敌的指挥，请你授权。少爷，少爷，自卫队的2分队、3分队、4分队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。3个寨门情况如何？暂时还没有发现匪寇踪迹。传令3个分队，严守寨门，不得失误。是。授权，大妹子，老子不已经授予你指挥权了吗？大当家的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？我是让你授予我阵前生杀予夺的权利。哥，战场瞬息万变，每一个懈怠都会断送全局。大妹的要求不过分。好，
就听大妹子的。哎呀，刚才听了大妹子排兵布阵呐，那我是热血沸腾啊！大妹子说得好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此战是志在必得。只要在战场上欺负大妹子是个女流，我这把大经验号令黑风洞。大妹子，你拿着，剑枪如剑人，可以先斩后奏。不用了，大当家的，你把我的枪还给我就好了。马东哥，在。把枪还给大妹子。啊？怎么？你喜欢这把枪？马凳子，这支枪肩负着生杀予夺的大权，快还给大妹子。马凳子，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看你跟大妹子这把枪是很有缘分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小子就扛着这把枪服侍着大妹子，听到没有？是。真姐姐，给。妙啊！当年关云长勇冠三军，身边的周仓就捧着青龙偃月刀啊！他娘是个马屁精。哼！马凳子，我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早就记住了。开战！磐石堡里的人听着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大当家的周半天发话了。这次我们的兄弟来，是为了消灭土豪，消灭秦望天这个老贼，彻底的踏平磐石堡大宅。只要大家不跟着秦望天这个老贼趟浑水，不拿武器反抗，我们大当家说了，绝对不伤害任何无辜的人。堡子里的人听着，我们大当家说，他以前也是磐石堡里的人，跟磐石堡里的父老乡亲也算是亲戚，也算是朋友。所以，我们大当家这次只封了南门、北门和东门，西门没有一兵一卒，是为了给无辜的人逃生用的。如果大家不信，可以去看一看。我们大当家说话算数，绝不食言。老爷儿子，这还真是头一次说的，土匪会这样打仗，是红军差不多。这帮土匪，上面不是土匪这半天吧？怎么不会是？上清江除了这半天，还有谁敢发难磐石堡？闭嘴！赵武，地下的对手来势不小啊。这半天，少爷，这怕是一场持久战啊。凤年，赶紧把柳生儿从西门送出去，让他离开磐石堡。这一紧张，把这事给忘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们承诺过，就一定要做到。赵武，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会走吗？不走也得走。现在西门空虚，逼着他走。土匪可能长期累赘，再不走就陷在磐石堡了。马哥，现在可以打了。弟兄，快，点火，放烟，快，快！你怎么还不走？快打！司令，告诉柳双儿，我没时间送他了，让他清楚记住磐石堡。快去！
该你了。仗以后要都这么打，爷们可真轻松喽。就可以杀入磐石堡内。大妹的办法果真奏效，我们虚张声势，他们各门紧张，竟不敢援救前寨。攻入寨内，才开始真正的血战。那是灭顶之灾，困兽犹斗。大妹子是希望他们逃出西门，削弱抵抗。根本看不清楚寨底下什么情况，咱自卫队的弟兄们都给熏得都受不了了。但东寨子外枪声密集，听上去像是机枪啊！土匪会有机关枪？少爷，情况不明，北寨和东寨的自卫队需万分小心。先标2分队马上到西门去吧。没有什么动静，咱弟兄们都去侦查过了，西门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确定没有土匪的伏兵。看来土匪真的没有打算围攻西门。少爷，前寨是土匪进攻的重点，一定会分开人马，应该让秦彪的2分队立刻从西门过来增援我们。传令，东寨、北寨3分队、4分队原地坚守，绝不能让土匪攻破寨门。让2分队的秦彪火速支援前寨。是，快去！开战就被动啊！哎，叶秦彪啊！杀无前方吃紧，你怎么还坐得住哟？秦少武吃紧，你们着急了？那他逼我交出兵权的时候，你们怎么都不急呢？我看就是聋子的耳朵。4个族老招架不住一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。贤侄，天大的事莫过于全堡的安危呀！你明知道少武是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，你就眼瞅着这半天杀进来吗？3年前，这半天就是老子手下的一个炮手，老子连正眼瞧都不瞧他一眼，他敢打进来，
他敢打进来，就由老子的二分队把他给顶出去。你带你的二分队去为少武远远守，岂不更好啊？我的二分队只守西门，哪儿都不去。我们几个老朽倒也莫怪，秦彪贤侄心里不舒坦呀。祖老会轻信了秦少武那个逆子，剥夺了秦彪的兵权，这本来就是太草率了嘛。当时就该去找秦望天这个堡主理论个明白。各位叔公现在明白，也许晚了点儿。你们应该想一想，潘世宝如果有什么闪失，你们该如何面对祖宗？如何向全堡父老乡亲交代？表爷，表爷，什么事儿？西门涌去了大批的乡亲。为什么？前门快顶不住了，西门却没有土匪，乡亲们吵着闹着要出西门，去盘山寨避难。贤侄啊，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去呀！少武没下令让保民逃难的。宋先生，你和少武就不应该瞒着我，没听见喊吗？全寨都快顶不住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次的土匪来势不小，也很会打仗。我们是想让你安心的离开，才没跟你说实话。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快，这么严重。乡亲们，大家不要急，也不要慌，我秦彪和祖老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。二娃子，你确定关外没有动静吗？确定，表爷。兄弟们出去侦查过，西门外确实没有土匪的回命。好，打开寨门。打开寨门。是。不可呀！不可！不可呀！少武正在抗击土匪，何能举寨逃难呢？那么叔公的意思是让父老乡亲们随着那个荒唐的家伙一起殉葬吗？明摆的事儿，这半天要和堡主大宅了却旧怨。父老乡亲们如果不离开寨子，必定会受到株连。几位叔公已经是一错再错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难道还拿不定主意吗？我的徒兄，我们已经委屈了秦彪贤侄啊，可现在贤侄上的顾及全堡父老的安危，我们当要支持才是啊！贤侄啊，这些个老人和妇女出去以后，谁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呢？是啊，是啊，当然是我的二分队来保护他们。谢谢军长。乡亲们请起，乡亲们请起，请你们放心，我秦彪是潘世宝的后人，保护你们，我责无旁贷。谢谢。不好了，寨子破了！开棺！开棺！兄弟们，开棺！是，打开城门！等等！秦队长，四位族老，这土匪不攻打西门，一定是个阴谋。乡亲们一旦外逃，就会涣散军心，也有半道会被劫杀的可能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秦队长应该是个明白人，千万不要上了土匪的当。秦队长，他说的对啊，土匪有意留了西门，让大家逃，就是要涣散军心民心，让堡内失去抵抗。
这两个后生说的有道理呀，不可莽撞开关逃难，涣散军心，让磐石全堡沦入匪手啊！哼，原来是个女的。我明白了，这位宋先生是秦少武的好朋友。这位打扮俊俏的后生，一定是秦少武从省城武汉娶回来的洋学生吧？宋先生，少夫人，你们乔装的好好的，来这里干什么？啊，是不是秦少武让自己的朋友护着自己的老婆逃跑，而让全堡父老乡亲留在寨子里等死，玉石俱焚？秦彪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警告你，姓宋的，要想护着朋友的老婆逃命，自管去。要是干扰了全堡父老乡亲的安危，老子对你们不客气。开关，放人！快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少武。那你呢？你别逛了，快去！先逝了。太太说，是少爷您把老爷给活活气死了，还要大伙往西门逃，现在宅这里全乱了。车，停住！都别动，停住！少武，我爹死了。父爷，我没爹了。少武，老堡主先逝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镇定。自卫队队员可全看着你呢。少武，土匪的进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招式了，是强弩之末。只要我们能坚持住，少爷，你看，